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吧，就是华人房东爱踩的坑，越努力越亏钱。美国啊，投资房产最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好好的房子租给别人，几年后变成了他自己的房子了。这不是开玩笑吧？房子没人租，租金太低都是小问题，最可怕的是招了一个表面人畜无害，实际满肚子坏水的租客。很多新手房东特别容易中招，尤其是那种租客一进门衣冠整齐、说话温柔，甚至还主动掏出了3个月的租金，说自己是靠谱的租客。你心里面想，哎呦，这人真好。结果呢，你省的不是心，是后悔药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例上面分析一下，有一个人在郊区有一栋独栋的房子出租，因为房子不多嘛，他都是自己管房，自己找租客。来了一个租客，谈吐和工作听的都根本很体面的，还说一次付3个月的房租，然后他就直接签了合同。那他胆子真大，没做任何的背景调查，没看他的信用、驱逐、犯罪记录。其实啊，我们要查租客的信用，如果你不查租客的信用的话，房子是差点保不住的。你看这个人呐、他3个月以后啊，这个租客就以经济困难的借口不给房租了，然后找这个租客也拒绝沟通，最后只能采取驱逐的流程。然后发现这个租客提供的某个知名的企业信息也是伪造的，而且电话也是朋友冒充的黑号。更可怕的是，邻居举报屋子里面经常有可疑人出入，警方一查发现这房子被用于非法交易，后果有多惨啊！房子的内部被砸得七零八落，家电被搬空，水电欠费，房东还得应付法律诉讼、警方罚款，再加上空置期，还有翻修，还有请律师的花费，总共损失超过18000美金。所以说啊，当初省下的那点筛查的费用值不值？记住一句话，在美国，如果租客太完美还主动的多交钱，那你就要立刻的警觉了，这个是不正常的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无论租客多有说服力，必须要查他的信用记录、驱逐的记录，还有犯罪背景。还有就业信息通过公开的渠道验证，不要用租客提供的联系人。还有的话就是要签署完整的租赁合同，所有流程都要文书化，合同白纸黑字写清楚。如果说你不熟悉筛查的流程，建议聘请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协助。总结一句话，你选错一个租客，可能会白干半年的时间。我们再来说说，有些人认为自己动手是最省钱的。90%在美国投资房产的人都有想过这个问题：装修请人太贵了，我要自己装修，不花冤枉钱。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励志啊？但现实往往是起手省小钱，收尾赔惨了。先说一句扎心的真话，在美国自己搞翻修，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刷个油漆、换个吊灯这么简单。美国房地产翻修涉及高度专业化和规划的流程，如果你没有专业技能，不懂建筑规范与城市法规，不申请合法的施工许可，不懂本地行情与租金的结构，你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施工上，因此错失了本职工作的其他收入机会。那么，所谓自己省下来的钱，最后很可能变成了预算的超支、误工损失、法律罚款的3重代价。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：一对华人夫妻在美国一个热门的社区买下了一栋1950年代的老房子，打算花3万块钱自己动手翻新，然后再出租。他们就是希望通过自己亲力亲为来节省装修费用，结果就是他们噩梦的开始了。第一个噩梦，他们严重的评估了翻修的范围，原计划只是换厨房，结果实地发现电线老化、水管渗漏、结构墙还开裂。
他们就自己做电工活，结果验收不通过，被市政府勒令返工整改，实际成本从预算的3万美金暴涨到7.5万美金。再说第二个噩梦，台湾为了节省流程，没有申报施工许可，结果被邻居举报了，第二天收到了政府的罚单，份违规施工还要被强制拆除，一堆工程白干。第三个噩梦导致他们原计划3个月搞定，最后整整拖了12个月。这期间房屋空置，贷款照付，地税也照收，现金流被严重的消耗。第四个噩梦，原以为装修后可以出租到2500美金一个月，结果市场只能接受1800美金一个月。现金流完全覆盖不了总投入，直接变成长期亏损的资产。他们两夫妻身心疲惫，陷入做也不是、不做也不是的死循环，最终因资金吃紧、精神透支，还是只能被迫亏本把房子退出。如果说你自己有装修的打算，那么给你以下几个建议：结构性的项目，比如电路结构、管道，你必须聘请专业执证的承包商。所有重要工程必须依法申请，违规罚款与强拆的根本很大。翻修预算要预留20%到30%的缓冲空间，避免资金链断裂。在动工前必须做租金和售价的市场对比分析，不要想得太好，结果都是徒劳。最后提醒一句，你最宝贵的资源是时间与精力，不是手艺。你把半年时间花在自己刷墙锯木头上，可能错过了一个好项目，一个低息贷款，一个市场的转折点。不如把精力放在投研、筛查项目、做结构上面，省下3万美金的装修费，可能赔掉你30万现金流。你这不是省钱，是在拖垮了自己。这些都是美国华人地产投资的这些误区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一定要看好这些误区，少踩坑，在买房之路上面你会畅通无阻。